一定会没事的。一定会没事的。一定会没事的。深爱暮色生根枝，一瞬人离恨，分一分花。他的外伤并不致命，双瞳活塞心脉微弱，只是因为气息闭阻而晕厥。好在他意志力和求生欲强，还有一息尚存。而你及时找到他并救了他，帮他保住了这最后微弱的气息。不过他心力衰竭，我不敢保证能救活他。 我已经命令阿杰带上御林军，集结凤随哥的府上，铲除他的部将了。等到凤随哥所有的心腹都被铲除干净，凤子营群龙无首，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来了。 阿瑶，既然事已至此了，也不必太过介怀。爹，有我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，毁了您的一切，您很失望吗？阿瑶，你给我站起来！阿瑶。 要记住了，咱们慕容家以后要靠你来撑着，你不能失了心气。好，爹。叔父，风随哥的府邸人去楼空，心腹部将也不见踪影。探子回报，去了正念堂。正念堂，那是个治病救人的地方。据我所知，飞霄经常去那儿。对，这正念堂地处闹市，侄儿不敢擅自领兵前去，深恐宫变之事泄露，坏了叔父大计，请叔父定夺。凤随哥身死之时。 消息还没有传出去，我该有所察觉。
抓药，你在埋尸的时候没有被别人发现吧？我亲自带人去埋的，不可能走漏风声。看起来现在不能顾忌太多了。阿杰，你给我再带上御林军，封锁正念堂，只要是凤随阁的人，一个不留，都给我杀了。是，叔父。他怎么样了？您倒是说句话呀！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不太妙，心脉是恢复运行了，保住了这口气，但是想要救活他的命，不好说。那该怎么办？阴阳气血逆乱闭阻，命悬一线。为今之计，我只能剑走偏锋，用猛药刺激他的心脉，让他多活几天。想要救他的命，得去风雨盟。风雨盟，就是救宁妃的那个地方。没错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启程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这就去煎药。我的药只能帮他撑5天，5天之内，如果他到不了风雨盟，得不到医治，那就真晚了。就算拼上我这条命，我也一定要让他活着。好。殿下怎么样了？速去备车，路上再与你们细说。好。多谢，今日之恩，我记下了。何须客气，我的命都是你救的，能帮到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今后我会继续留在玉京城，找机会对付莫文亮。你有任何需要，随时叫我。好，那你要保重，多加小心。你说是皇兄，是皇兄杀了外祖，也是皇兄杀了父皇。是。皇兄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程阳，有些事情你以后自然就会明白。你外祖死后，你父皇本想将皇位传给你的，可是你皇兄不答应。就是因为皇位，我从来就没想过要抢这个皇位。皇兄为什么不来问问我？为什么？我和他争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会跟他争。因为他从来没有拿你当过亲弟弟，你们同父异母，在他心里，唯一的骨肉只有凤夕阳，他当然要提防你了。只是母后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会对你父皇下此毒手，竟然会这样篡权夺位。程阳，你是你父皇最爱的儿子，也是你外祖生前最在意的人。你要谨记他们的教诲，成为一代明君。程阳，现在无论谁倒下，你都不能倒。肃杀的天，要靠你来撑。将军，说，里面没有凤府的人，我们刚刚抓到些病人，他们说有一群人护送着一架马车离去，应该就是他们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刚走不久。追！是。
陆克，快！呀！撤！撤！拦住他们！有追兵！不好，追兵太多，公园和神狗那边根本就拦不住。兄弟们，随我回去办好。陆克，你保护殿下先撤。走，撤！啊！撤！别管他们，跟我对峙！走！不能去！上承苍天，下在后土，忠君中国，不负苍生。那辆马车，我们跟丢了。
我知道你担心你父皇的病情，你若真的想回宿舍，我可以帮你。我被人像押犯人一样带走时，你不闻不问，现在却跑来说要帮我。我会想办法让夏静言放你回去，哪怕是低下头去求他。你为了我，不惜放下你的自尊，去求你最大的敌人，我是不是应该感恩戴德啊？我知道你对我有怨，但你我都清楚，凭你自己一个人是无法走出锦绣的。不，我不怨你，在意才会生怨。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念想，又哪来的怨？既如此，那我便归还你自由。说什么放我离开，还我自由？你以为我不明白吗？你不过是想趁着这个机会还了我助你离开肃杀的人情，好让你自己心里舒服些，觉得对我再无亏欠。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虚伪又无情的人？事已至此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你我本就是一段孽缘。孽缘？你被困肃杀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是孽缘？你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孽缘？如今我对你没有价值了，我就成了你的孽缘。夏静时，你真让人恶心。用不着你帮忙，收起你惺惺作态的样子。夏静时，你听好了，你不过是我肃杀的赘婿，你有什么资格给我放弃说？是我凤喜阳要休了你。从今日起，你我再无半点干系，你我夫妻情分一刀两断。那就依公主所言，你我从今往后再无瓜葛，今后不论我做什么，都与你无关。西洋公主，告辞。站住！我知道你对我皇兄耿耿于怀，你做别的事我不管，但你给我记住，你若敢伤我皇兄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。丫头，回休息，你可不能累倒了。我没事，我能撑得住。我现在只是想尽快找到让风雨盟长老们同意救他的办法。林庄主，你应该知道风雨盟的情况吧？您和我说一说。风随哥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。他母亲创建风雨盟的时候，他还小，很多事情他并不清楚。当年，青玉帮着凤平城打天下，有一次受了很严重的伤，凤平城把他送到正念山庄求我救活他。可他还没有转危为安，凤平城就又赶回了战场。我费尽心思，终于救活了青玉。我记得他醒来以后告诉我，自己就像死过一次一样。曾经很多执着的事情，现在也变得不重要了。我像是死过了一次，真正从鬼门关走一趟，才明白活着有多么重要。
这种感受我能理解。我从悬崖上坠落下来，便像是死了一回。你和青玉都是有勇有谋的女豪杰，有大本事却不自傲，而且心怀悲悯。青玉康复之后，便开始厌恶征战，留在正念山庄帮忙，也因此看见了很多因为战争而酿成的人间苦厄。正念山庄有正念山庄的规矩，我收留的伤者不分阵营，也不能动武。所以昨天还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的敌人，今天在我的山庄里就得老老实实的和平共处。战士们也是逼不得已，没有人喜欢打仗，也没有人想要受战争的苦难。若是他们可以和平共处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在那个时候，韦盟主便有创立风雨盟的想法。没错，青玉发现交战的双方是可以化解干戈的。他告诉我，虽然不能凭一己之力阻止战争，但最起码可以救治那些伤兵流民，给他们一条生路。所以风雨盟本该是世外桃源，渔樵耕读，安居乐业。正是如此。可自从青玉走了以后，风雨盟变成什么了？变得充满仇恨，对凤家，对肃杀的仇恨。我像是死过了一次，真正从鬼门关走一趟才明白，活着有多么重要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我们这个地方就叫风雨盟。见过雷长老，深夜到访，多有叨扰。你是来替凤随哥求情的，想说当年的事与凤家无关，想劝我放下仇怨。凤随哥并没有做错什么，身为凤平城的儿子，不是他所能决定的。这是他的命。我的2个儿子都在当年的围剿中死了，他们又做错了什么？上一辈的恩怨，难道真的要让这一辈的人来承担一切吗？凤平城是什么人，我最清楚不过了。他们凤家就没一个好人。凤随哥与他的父亲不同，若他真像凤平城那样权欲熏心，如今早就当上肃杀的皇帝。他从来都没有伤害过任何无辜之人，他也不该为那些不属于他的过错承担无端的代价。我不关心他是什么人，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仇人。雷长老，试问当初为何要成立风雨盟？为什么要叫风雨盟？风雨盟的初衷又是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当初带着凤随哥赶来，就是因为心存希冀。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，我只是听到风雨盟这个名字，听到这里有可以救活凤随哥的一丝希望，我便义无反顾地赶来了。难道这里不该是大庇天下、为世人遮风挡雨的世外桃源吗？以后这里就是大庇天下、为世人遮风挡雨的地方。我听说当初韦盟主成立风雨盟，便是为了让那些流离失所、看不到活下去希望的人，能够重新找到栖身之所，能够在乱世之中安居乐业。我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钦佩于他。从小到大，我也经历过很多的苦，正是因为自己淋过雨，所以才不愿意见到别人在风雨之中苦苦煎熬。若是我有能力可以救别人于危难，我也定会竭尽全力。若是凤随哥的母亲还活着，我想他一定会如此。为众人报信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凤随哥的母亲用风雨盟救了这么多的人，他的儿子也不应该就这样失去活下去的机会。我想，当初成立风雨盟的初衷，就是为了让那些冻饿之中的困苦之人，在暗夜中看到光，
让无家可归的百姓重获希望，让他们能活下去。若是没有他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活不到今天。那您是愿意救风随客了？你敢再替我父皇和皇兄一次试试？陛下，找死吗你们！滚！滚！都给我滚！站住！圣福殿岂容你擅闯？何人造次？回禀陛下，镇南王妃要擅闯大殿。放肆！放他进来。镇南王妃勇闯圣福殿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我跟你说过，我把夏静时休了，我也不是镇南王妃。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我。你当真把夏静时休了？白如庄，真的不争气的皇兄真的被休了啊！好，这等家丑必须得有多远传多远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让他退下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出去，出去！有事求朕？让朕猜猜，难道又是让朕开恩，放你回肃杀？你这也不是求人的态度啊！你好歹得跪下，给朕磕几个头。有意思，朕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求人的。杀了朕，你也活不了。你说我是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，既然我在世上已无牵挂，死又何妨？我父皇跟皇兄生前都想杀你，不如我杀了你，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如何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要去陪你的父皇和皇兄啊？啊！朕已经知道了被扇巴掌的滋味，朕不喜欢。疼！疼！你也给我记住这个滋味，这就是你羞辱我的报应。
好一个睚眦必报的肃杀公主，你比朕想的更有趣。我皇兄绝不可能弑父弑君，是有人害死了他们。替我查出害死我父皇和皇兄的凶手。你在命令我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人教过你吗？你求人的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这才叫公平。我可以帮你啊。你又能答应我什么呢？只要你帮我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。什么？来人！陛下，给朕查。方面成是怎么死的？3天之内必须给我查出真相，查不出来，要你们所有人的脑袋。是。你去了何处？我问你话呢，西洋公主。与你何干？你已经被我休了，你我夫妻之名已然不复存在。我的事与你无关。西洋公主，敢再烦我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得罪了。玉京城发生的一切，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你是来落井下石的？我只是不放心。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收起你这副虚情假意的嘴脸，我连骂你都嫌浪费口舌。西洋公主，你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尽管来找我。虽然我们已经没有了夫妻之名，但毕竟相识一场嘛。我绝无任何恶意，我只想帮你罢了。相识一场，我真的认识你吗？为什么相处越久，我越觉得你陌生了？你和我曾经爱上的镇南王不是一个人，你我从未相识过。况且你认识的那个凤夕阳已经死了。孤独的飞翔，也不需要方向。飞到云之上，日光却躲藏。自由的浪漫，不惧怕风沙。淋湿的翅膀，会承载我的远方。我会找到回家的路。他的外伤我已治过，无大碍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血气淤堵，只能想办法刺激心脉，看看能不能助他复原醒神。可是我已经给他施过针，刺激过心脉了，毫无起色。寻常的针法已无效，你看他体内气血就如冰封河道，已经淤堵在一块儿。来，你扎止放血，助他运行经脉，其他的由我来。行，那我就见识一下你不寻常的针。
周长老，林庄主，凤随哥，他怎么样了？人没醒，但是救过来了。凤随哥那小子死不了了。他昏迷时间太久了，具体情况还要等他醒了以后才会知晓。大恩不言谢，多谢周长老。感谢两位活菩萨，感谢两位活菩萨，哎，感谢两位活菩萨，多谢。见过太后，不知太后召见所为何事？本宫听说你擅自终止了和镇南王的婚姻。不错，这桩婚姻关系到两国大政，不是你二人的私事。你在做此决定之前不来问本宫的意思，眼里可还有本宫？说什么两国大政？事到如今，谈这些还有意义吗？你父兄的事我知道了，逝者已矣，节哀顺变。你要保重身体。待你弟弟凤城阳继位之后，你便是肃杀的长公主，是肃杀在外的脸面。看来在太后眼里，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我与镇南王是否夫妻和睦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身份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喜欢跟聪明人说话。因你突遭变故乱了方寸，我不计较你的莽撞。你回去给镇南王服个软，道个歉。你今后还是镇南王妃，只要你听话，本宫愿意当你的婢女。若我没猜错，当初你也是这样趁人之危，一步一步把夏静时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吧？他是个识时务的人，我希望你也是。那要让你失望了。我这个人，向来习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当初与夏静时联姻是我的决定，待夏静时离开肃杀也是我的决定，休了夏静时还是我的决定。我既然已经决定跟他一刀两断，就算是死，我也绝对不会回心转意。本宫是给了你机会的，你自己不要，日后可不要后悔。多谢太后好意，不过，除了我父兄之外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拥护。